去。齐恒，别在这装模作样练剑了，你那未婚妻素素来了，赶紧过去。真是废物，丢尽掌门府的脸！24年了，还是毫无长进。素素，我的未婚妻。见过父亲、母亲，见过金河长士。既然齐少主已到，老身便不再客套。这桩婚约本是当年两族为结秦晋之好所定，约定二人皆飞升4阶神者之时再行大婚。如今我族圣女素素已成功突破4阶神者，可齐少主依旧是个毫无灵力的废柴，连7阶神者都达不到。这与婚约约定判若云云，故今日老身特来作废这桩婚约。原来是来退婚的。也是，我这废物怎么配得上高高在上的圣女？不可。为何不可？难道齐掌门觉得如今这般毫无元力的齐恒有资格娶我族圣女？我的意思是，退婚可以，但此事终究是我东齐的问题，不该由巫族补偿。这些东西，你们拿回去吧。既然如此，便请齐少主在退婚贴上签字，自此齐巫两族婚约作废，齐少主与我族圣女再无半分牵扯。齐少主，签了吧。你也该好好想想，你如今的身份配不配得上我们巫族圣女？金河长士，退婚我无异议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只要贵族圣女能在3招之内将我打倒在地，我便立刻签下这退婚贴，绝无半句怨言。齐恒，你给我闭嘴！你还嫌丢人丢得不够吗？赶紧签字！你敢不敢？齐恒，你这是何苦？你敢还是不敢？那便如你所愿。去。第一招。方才我只使了1成力，接下来这一招你可要接好了。接下来想必他不会再留手，如今我也只有硬扛到底了。看来巫族圣女第一招根本没使力，这次才是动真格的。那个废物怕是要陨落了。4阶神者果然强大，单是这万亿的灵力威压，就令我等难以招架。
再打下去，肯定要出大事了。他竟还不死心！还有一招，是你找死！我赢了，这婚约是我退了。这是至宝护心莲，这等至宝，东岐世代珍藏，连宗门长老濒死之时都舍不得动用。父母竟然舍得用在我这个废物身上。今晚就是月圆之夜，不行，不能待在这里。要是毁了这至宝，我罪过可就大了。每到月圆之夜，我便会失控发狂，得赶紧去寒潭洞。护心莲所在乃是禁地，难道是有人想盗宝？如果是这样，我断然不能让对方得逞。有个人躺在那里，看样子受伤不轻，我得救他。你醒了？原来是个大活人！你这个登徒子，竟敢轻薄本小姐！姑娘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？你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刚刚看你倒在洞口，身上受了很重的伤，情急之下才把你带进来疗伤的。不信你自己看看你身上的伤，是我用护心莲救了你。护心莲乃是东岐传世至宝，岂是你这种无名小卒能动用的？说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东岐少主齐衡，方才见你晕倒在洞外，性命垂危，才用护心莲救你。齐衡？你是齐衡？
原来你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齐少主啊！我听说你硬接了4阶神者3招，多有骨气呢！没想到被打成了这副惨样。笑够了没有？笑够了就赶紧放开我！我救了你，你不知恩图报就算了，还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。没笑够又怎么样？不过说真的，本小姐还真挺佩服你的。明明是个连灵力都练不出来的普通人，却偏偏有胆子挑战4阶神者，本小姐敬佩你。既然知道我救了你，那你总该告诉我你是谁吧？听好了，本小姐乃南滨滨主的独女石庭兰，15岁便突破4阶神者，还亲手斩杀过千年水魔兽，乃是南滨最厉害的天才。放眼望去，整个4海8州，能比得过本小姐的也没几个。哦，原来是石小姐啊，确实是久仰大名。听闻石小姐前些日子顽皮，不小心一把火刀北辰宫殿给烧了，气得北辰仙君到南宾主那里告状，被宾主大人下了3年的禁足令。感情石小姐是逃难来了。臭小子，你敢嘲笑本小姐？看本小姐不抽烂你的嘴，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！你想干嘛？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喂，臭小子，你怎么了？臭小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寒潭洞。寒潭洞是吧？好，好，我带你去，你可要挺住啊！那巫族圣女下手也太狠了，退婚就退婚，还把人伤成这个样子。到底是谁？臭小子，你终于醒了，做噩梦了吗？还疼不疼？昨晚上你那样子，可把本小姐吓坏了。我没事。多谢了。哼，算你识相。你都昏迷整整1天1夜了，要不是本小姐一直在这守着，你早就被野兽给叼走吃掉了。这寒潭洞内冰冷刺骨，即便是4阶神者，也需要运转灵力方能抵御严寒。我与他不过萍水相逢，想不到他竟然一直在这里守着我。感谢石小姐的救命之恩，日后若是有什么需要我齐衡的地方，在下定当竭尽全力。你救了我1次，我也救了你1次，咱俩就算扯平了。若不是见你伤成这个样子，又救过我，我怎么可能一直守着你这臭小子？可是，你为什么要去接那巫族圣女的3招呢？我看你这次差点就没命了，难道你就这么喜欢那个巫族圣女？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她，相反，我和她只有几面之缘，何谈喜欢？婚约是长辈之间定下的。退了也就退了，我这么做，只是想要为自己赢得一份尊重。像我这种没有灵力的人，在他们眼里宛如蝼蚁，但即使生如蝼蚁，也有不屈之心，也应该有尊严的活着。
小子，就应该这样，这才是大丈夫。姑奶奶，你刚刚那一巴掌差点没把我拍死啊！我现在没事了，这次就多谢石小姐了。你要离开东岐，就从这里出去，避开东岐大门，从后山走，免得被我爹的人撞见，把你抓去送给你爹。别啊，我现在伤还没完全好，碰到我爹的人还好，要是万一在路上碰到什么凶猛的魔兽，肯定是对付不了的。之前就是因为我对地形不熟，误闯了3阶妖兽浮雕的老巢，才身受重伤的。直接说你想干嘛吧。你就先收留我几天呗，3日后不就是东岐1年1度的招生考试了吗？只要我通过了招生考试，就是东岐的弟子。4大仙门中，东岐是培养人才、神者飞升之地，到时候就算是我爹也奈何不了我。那北辰仙君蓝商的宫殿就不管了，人家好歹也是4大仙门之一，你一把火到人家的宫殿烧了个精光，他岂会善罢甘休？你笨呀！不管我爹能不能抓到我，他都会去给北辰仙君赔礼道歉。可我要是被我爹抓回去，我会被禁足整整3年啊！就算是3天我都受不了，3年不是要我的命吗？喂，你笑什么？不许笑！再笑，我就一脚把你踹进寒潭里，冻死你这臭小子！哼！好好好，我不笑话你就是了。但你也得答应我，以后不许再说我是毫无灵力的废物。可我从来不觉得你是废物，虽然你没有灵力，而且说话还总是让我生气，但你比那些有灵力却贪生怕死的软骨子可强多了。就算有灵力又怎么了？谁敢冒着陨落的风险硬接4阶神者的攻击？我答应你，以后不说你是废物，而且以后谁说你是废物，我就帮你揍他。这么多年，就连家里的下人都会对我说3道4，他还是唯一一个。好，那我先回去换身干净衣服，你在这里等我，别乱跑，免得被人发现。喂，你站住！你走了我怎么办？你不是答应收留我了吗？怎么能把我一个人丢这儿？我说大小姐，我现在浑身缠着绷带，总不能让我就这么在外面晃悠吧？我是准备先偷摸回去，换身干净衣服，然后再过来接你。你还真是笨得无可救药了，这一来一回你不嫌累吗？而且这里温度又这么低，你就一点不担心我会冻着？不就是换身衣服吗？这有何难？看本小姐的！怎么样，不错吧？很漂亮。既然这样，那本小姐就勉为其难，帮你也换一身像样的衣服吧。你别说，这身还挺帅的。本小姐的眼光真不错，比刚刚好看多了。我们先离开这儿吧，现在也只能先让你住我那里了。好。臭小子，你怎么偷偷摸摸的？大小姐，难道你想被人发现吗？虽然我这儿挺偏僻，但还是小心为妙。想不到你看起来傻乎乎的，心思还挺缜密的嘛。哇，这小院从外面看起来破旧，但里面还是挺干净整洁的，空气中还有淡淡的花香味儿，就是有点太偏僻了。我在东岐本就不受重视，爹娘眼里只有天赋异禀的弟弟妹妹。这个偏远的小院是我能拥有的一切，平日里的起居饮食
也得靠我自己动手。自己动手，照样能丰衣足食。人生不过寥寥数载，就像这桃花一样，开得再灿烂，也终会有凋落的那天。只要身体康健，比什么都好。说到这个，这次你似乎并不仅仅是因为巫族圣女才陷入昏迷吧？当时我看你很是痛苦，所以想给你灌输点灵力，却不曾想，你体内竟有一股排斥之力，硬生生将我的灵力给挤了出来。他那几招我还扛得住，是我生来便有怪疾，每逢月圆之夜，浑身便要承受抽筋剥骨似的剧痛。更要命的是，还有万千哭嚎之声在我脑子里横冲直撞，片刻不得安宁。你这病实在蹊跷，这些年跟在我爹身边，我也算是见多识广，却从未见过这般怪异的病症。这些年来，我遍寻名医，求方问诊，始终没能寻到良方。还是我无意之间发现寒潭洞刺骨冰寒的低温能缓解疼痛，我才能熬过这些年。想来也许是命该如此吧。呸呸呸，说什么丧气话，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就万万不能放弃，说不定等你这病根治了，便能修炼了呢。真的？我也只是猜测罢了，反正事已至此，何不多试试别的法子，无论成功与否，总比在这里唉声叹气要强。你说的对，万一真能成功，我也能彻底摆脱这废物之名了。臭小子，说了这么久，也不知道给我弄点吃的来，我都快饿死了。你稍等一下。好香啊，没想到你厨艺这么好。你先去外面坐一会儿，很快就好了。你让我先尝尝，我都快饿死了。好烫好烫，真好吃。还没放调料的，等下出锅了会更好吃。臭小子，就凭你这手艺，不当厨子可惜了。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我更愿意当一个厨子，而不是东岐的少主。依我看，普通人也好，修仙者也罢，只要能做自己想做的事，都能活得很精彩，不是吗？好了，可以出锅了。你先把菜端到桌子上去，还有一个菜，很快就好。好了，快吃吧。真好吃。我跟你说当厨子的事儿。你慢点吃。大小姐，你还真想把我弄去当厨子啊？吃得太撑了，臭小子，你做的菜可比我家的厨子做的好吃多了。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有什么事儿你就说，谁让我吃人嘴软呢？你应该知道，东岐招生考试的第3关是进入幽冥森林斩杀妖兽。我毫无灵力，别说斩杀妖兽，就算是最低阶的草妖，也能轻易将我吞噬。这么多年，我拼尽全力，在第1关和第2关次次拿到榜首，却始终过不了第3关，连进入东岐仙门修行的资格都没有。考试内容只要求斩杀妖兽，却没说如何斩杀。我想请你帮我制服一头妖兽，最后让我亲手将其斩杀，这样我就能获得入学资格了。我知道，在所有人眼里，我都是一个废物，没有灵根，没有一丝灵力，一辈子都只能是个普通人。虽然我觉得做一个普通人也很好，凭自己的双手生活，安安稳稳，并无不妥。可在这里，实力为尊，所有人都以炼神为荣，做一个普通人就是一种耻辱。哪怕我付出了比常人1000倍万倍的努力，却依旧无法修炼出灵力。可我不想认命，就算是普通人，我也要活出普通人的尊严。我不想一辈子都被人踩在脚下。臭小子，你放心，本小姐也看不惯仗势欺人的人。幽冥森林那关，我帮你。如此，便先行谢过石小姐了。这有什么啊？只要这几天你把本小姐伺候好了就行。有什么拿手的菜，都给我上一遍。
这四海八荒之内，修仙门派林立，却以4大宗门为尊。东岐主销剑道，剑气化灵，锐不可挡，乃是3界公认的剑道正统。西晋善控亡灵与邪祟术法，阴诡莫测，令人生惧。南滨修水系术法，控百川归流，镇万涛浮澜。3川俯首，4海归心。北辰专攻星象之术，观天地轮回，测乾坤变幻，超然物外。而巫族则游离于4大宗门之外，专司巫蛊通灵之术，自成一脉。3界之内，但凡有修仙资质的稚童，自幼便会被划归对应门派，悉心栽培。可唯有通过东岐的招生考核，才能成为在籍神者，受仙门认可。正因东岐是炼神修士成为神者的唯一正途，天下所有炼神者，无不挤破头想要踏入东岐山门，哪怕只是跻身候选，都已是无上荣光。这人也太多了吧！东岐的招生考核当真是壮观。你看那边这群人，应该是西境的，那个人应该是散修吧？看灵力波动，应该已经跨入7阶神者行列。臭小子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已是第7次来考试，来东岐参加考核的，皆已晋升神者，都是万中无一的天才。而东岐每年仅录取10人，可想而知竞争有多么激烈。而我，应该是所有考生中唯一一个毫无灵力的人。我一个普通人，想要在众多天才中跻身前10名，难如登天。放心吧，我早为你算过了。按照你的说法，你前2轮向来是满分通过，只要第3轮能斩杀一只最普通的树妖，积分便足够跻身前10。我如今已是4阶神者，还隐隐有破3阶的迹象，树妖我随手可除，有我在，你只管放心。哟，这不是咱们东岐大名鼎鼎的齐少主吗？年年都来陪考，考了6年都还没考上，这么多年灵力也没半分长进，还是个连灵气都聚不起来的废物。我要是你，早就躲起来没脸见人了。怎么，今年还要来丢人现眼吗？我们走。大家快来看啊！这就是前几日被巫族圣女当众退婚的齐衡。身为东岐掌门嫡长子，出生仙门世家，居然是个没有灵根、无法修炼的废柴，连最基础的御剑都不会，还好意思来参加考核？哪儿来的苍蝇？怎么这么聒噪？你说什么？有些人嘴巴是真臭，隔着老远我都闻着味儿了。你找死！4阶，区区5阶就如此嚣张跋扈，真不知是哪家养出来的狗，也敢在我面前宁毅狂吠。这位小姐，我乃洛川首富之子洛子瑜，18岁便考入东岐，今日之事，乃是我与齐衡的私怨，还请小姐看在我洛家的薄面上，不要插手。原来是洛川洛家，听闻洛府靠着洛川河漕运发家，垄断水陆生意，富甲一方。去年更是向东岐捐赠了大批金银，此事3界皆知，我自然听过。不过，你这东岐弟子的身份，是凭真本事考进来的，还是靠家里的金银买进来的？原来是洛子瑜，听说他也是前不久才进入5阶，在同辈中的实力也只是垫底而已，没想到还能进入东岐。没办法，谁让人家会投胎呢？一个不知道从哪儿窜出来的野丫头，也敢对我的事说3道4。没有上乘的功法，即使你灵力突破了4阶，我也不惧你。
找死！南滨至宝，箜篌庭弦，你是南滨宾主之女石听兰，还算有点见识，那就给你个痛快。住手！今日乃东岐招生考核大典，仙门重地，严禁私斗滋事，违者一律取消考核资格，逐出东岐。你是眼睛瞎了吗？分明是他先挑衅的。大哥，我敬你是兄长，但你每次都闹出这般笑话，我们东岐的脸面都被给你丢尽了。你也知道，这是打东岐的脸。那骆子瑜当众辱我、辱齐家、辱东岐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们出声？考核快要开始了。既然你们觉得我丢人，从今往后，我齐衡担不起这声大哥。前来参加东岐招生考核的齐衡，意外遭到了骆子瑜的侮辱和刁难。身为4阶神者的石丁兰为齐衡出气，以碾压的姿态击败了骆子瑜。就当时庭兰准备再次出手时，却遭到了齐耀和齐越的阻拦。对家人早已心灰意冷的齐衡，此时也不再隐忍，当众与亲人决裂。东岐招生考核严苛至极，共分为3轮，层层筛选，严格选拔。每年只有10人能拜入东岐门下。第1轮考的是这人间修行之事，上通天文，下晓地理，明辨百家术法，勘破奇诡秘术。第2轮考的则是那世间鬼怪之异，精怪妖兽，生灵万物，辨识奇珍异宝，知晓险地绝境。只有前2轮考试积分前20的，才有资格进入第3轮，而第3轮亦是最为凶险的一关，前往幽冥森林斩杀妖兽。臭小子，还真如你所说，你前2轮都是第1名。这些知识我平时就认真学习，所以并不难。不过今年与往年不同，今年的分数咬得太紧，因此第3关所有人都会去猎杀更多的妖兽。我这般情况只会拖累你，到时候你不必顾及我，先保住自己的名次再说。答应了你的事情，本小姐就一定能做到。我比试第3，再怎么样都不会掉出前10，而且我可是实打实的4阶神者，几只妖兽不是手到擒来。谢谢。臭小子，她就是那个巫族圣女吧？你来干什么？怎么还想在这里动手不成？想必你就是石小姐了，幸会。齐衡，第3关考核你跟着我便好，我会助你斩杀妖兽，就当是弥补前些日子对你的亏欠。不必了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与圣女无关，你我之间早已没有任何关联。你身无半分灵力，即使能够进入第3关，也是无用。哎，有我在身边帮他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早就听说南滨宾主的女儿是个天才，没想到如此年纪修为已至4阶巅峰，比我还强上几分。石小姐果然名不虚传，齐衡有你，足够了。刚刚没事吧？好一个巫族圣女，竟也是4阶修为，不过比本小姐差了那么一点。你在同辈之中已是凤毛麟角的存在了。那当然，也不想本小姐是谁，
想当年，前2轮考核成绩已出，晋级考生接下来将会前往幽冥森林进行第3轮考核，其余人员请在规定时间内离开东岐。起！移。这里就是幽冥森林的入口了。你看，能站在这里的就是今年的前20名。大家都到了。看来大家都是有备而来啊。你就不要担心了，有我在，前10的名额一定有你一个。也是，凭你的能力，拿第1应该也不在话下。恭喜诸位顺利通过前2轮的考核，我是第3关的主考官欧阳夏寻，日后或许也会成为你们之中一部分人的大师兄。我身后的石门便是幽冥森林的入口，也是你们最终的考核之地。稍后我会打开通往幽冥森林的空间通道，在你们出发之前，我只提醒一点：幽冥森林妖兽横行，每个人的生命只有1次，因此不要为了考试把命给丢了。你们每个人体内都被我施下了空间灵符，若是在林中遭遇致命危险，或是心生退意，只需心念一动，便可离开幽冥森林。若是斩杀妖兽后觉得积分足够，也可提前离场。考核时长共计3天，唯有在规定时长内斩杀妖兽，并且积分排名前10者，方能正式入东岐山门，成为东岐弟子。我对你们的要求只有一个：活着回来。臭小子，别紧张。出发吧，在你们出来之前，我会一直守在这里。我们也出发吧。刚刚斩杀的那头5阶幻魔虎可真厉害，差点就被他给跑了。你是想说自己厉害吧？我们进来这幽冥森林也有1天的时间了，目前我斩杀了3只5阶妖兽、7只6阶妖兽和12只7阶妖兽，可惜还没有斩杀过4阶妖兽。托你的福，我也杀了2只5阶妖兽和4只6阶妖兽，积分排进前10应该没有问题。4阶妖兽的实力本就和你在同一层次，再加上肉体强横，想要斩杀哪有那么容易？臭小子，你对我就这么没信心吗？不如咱们往森林深处走吧，外围的妖兽大多是低阶妖兽，只有深处才会有高阶妖兽出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虽然幽冥森林深处危机四伏，但斩杀一头4阶妖兽的积分，起码是5阶妖兽的数10倍之多。确实值得冒险。只要我们小心一点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走吧。越往森林深处走，就越有种被人盯着的感觉。幽冥森林深处，就算是路边不起眼的草木，都可能修成了精怪。我们要小心一点。嗯。
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哪有什么味道？我怎么什么都没闻到？臭小子，你就别疑神疑鬼的了，咱们继续往前走吧。臭小子！练了这么久还不会，你弟弟早就能御剑了。从今天起，你搬去后山住。不是废物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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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废物。我不是废物。我能让你变得更强，你再也不会是废物。美妙的灵魂，真是美味呀！这小子有古怪，人类的灵魂力量怎会如此单薄？区区5阶藤妖，也敢在我眼皮子底下伤人，简直自寻死路！你是在找我吗？人类4阶神者，我劝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。就算你是4阶又如何？这里在幽冥森林深处，动起手来对你可没好处。哼，凭你也敢威胁我？你还真以为我怕了你？臭小子，醒醒！我们怎么会在这儿？你还说呢？刚刚我一转头，你人就不见了。没想到是被古藤妖给掳到这里来了。要不是本小姐一路追到此处，你现在早就被藤妖给吸干净了。你说的藤妖，应该就是魅妖吧？相传魅妖乃是千年古藤吸纳阴气幻化而成，最擅长将人困于幻境之中，吞噬灵魂。一旦被其迷惑，轻则被魅妖操控沦为傀儡，重则灵魂被其啃噬殆尽。即便侥幸救下，也会终生痴傻，再无复原可能。不错嘛，居然知道得这么清楚，看来平日里书没少读。这次多亏了你，不然我恐怕是走不出这幽冥森林了。有我在，小小魅蛟算得了什么？不过这里是幽冥森林深处，刚刚我与魅妖战斗的动静太大，恐怕会引来其他妖兽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。来得这么快，看这动静应该不是冲我们来的。走，去看看。
没想到竟是3阶妖兽燕赤雀，这下那素素有难了。这等妖兽怎会出现在此处？我们应该还没有进入幽冥森林的核心区域。燕赤雀属火系妖兽，喷出的火焰可融金化石。我们得去救他，不然他怕是就得死在这里了。这燕赤雀实力比你还强，你能行吗？你放心，我是水系，和燕赤雀的属性相克，想必能起到一定的压制作用。我肯定不会去送死的。待会儿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不然我还要分心保护你。我去确实只能是累赘，等会儿你小心点儿，若事不可为，救了人就跑。好。圣女，这下你可欠我一条命了呢。